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Pulsar Modular 的新的母带均衡插件，叫做 Sweet Spot， 是一个非常专注于母带特别精细的调整的插件。大家好，我是 Alex。Pulsar Modular 呢，之前我们讲过他们的插件，他们插件都很贵，但是呢品质都不错，也是出了这几个插件以后呢，给大家很多的信心，对于他们的插件来说都比较的期待。以前咱们讲过他们那个 Abyss， 给我累坏了，因为里边有太多的功能了。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均衡的插件呢，我觉得跟那个 Abyss 可以配套，这是一个均衡，那个是一个动态控制。他们这个插件呢，用起来感觉就是非常针对性，非常针对最后那一点特别细微的均衡的调整。它不是一个那种大手笔的混音的插件，而更多的是一个最后非常细微的调整的。所以呢，如果你的监听设备的分辨率不够的话，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好的回放的质量的话，你甚至可能都听不太出来区别。但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监听设置的话，它能够帮助你去调整非常细微的你想调整的部分。所以呢，咱们先很快的过一下上面这些东西，它给了你很多的这些功能。这个呢 bypass 相位反转， OS 是 oversampling， TX low 这点的话是 transformer， 就是它的变压器的一个模拟，声音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低频稍微从一个比较干净比较弱一点的慢慢到比较臃肿比较胖的一种感觉。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用它只控制 mid 只控制 side， 然后呢做声道右声道，或者是控制立体声。S 的话就是 solo 你当前选的，比如左，如果你 solo 的话那就是左右声道，你现在都听到是左声道，然后呢右边也一样，给了你两个选项，你可以 A 和 B 调整不一样的去对比。这块是数值显示，一会儿你调整这些钮的话都会显示在这个地方。输入输出你可以去选择 peak 或者 RMS， 这个地方你可以有 dual mono 或者是立体声左右连接的。然后接下来呢 HW 的就是 hardware 硬件，它给你模拟一点点硬件的色彩。虽然它这个插件它说自己是完全是原创的，但是呢它还是模拟了一些不太一样的音源，可以去选择。Mod 呢就是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音色，几乎你可能听不太出来区别，但是它里边还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最后输出的音量，菜单里边呢就是使用手册以及 oversampling 的选项，基本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它这几个大的钮呢，很快的讲一下。这个 tremor 这个它的说明书里面写的特别的玄学啊，他说根据什么地球震动的频率乱七八糟的，这基本就是一个帮助你调整低频的响应的。我们来听一下，不然的话光说大家可能也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在这个地方听一下，我现在什么其他都没有开，我们在后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当然本身这个音乐可能不像那种 EDM 呀之类的有很多的低频，会让你的低频稍微的厚一点点。在你转动的时候呢，是从10到90，基本上给你某一个频段上增加了一点点的音染。然后这个呢，你要搭配它的低切去使用，这个低切也是有数字的，你可以看那数字变化，从7点几一直到90，这个就是低切掉低频的部分，然后配合这个 resonance 以及配合这个 gain， 就可以去控制你的低频的部分的这么一个切和一个 resonance cut 那种感觉，让你切的地方呢听起来更清晰更有力。我们来试一试。把这两连上，没有的。对，这是上面这个东西。下面呢是一个 low shelf， 跟上面这个功能你可以想正好相反，上面是切的，下面是推的，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可以搭配在一起用，当然你可以单独去用。我们先把上面关上，听一下下面这个。现在是抬起来，中间这个钮就是程度，然后你还可以去仔细的去调整它的频点。它没有给你一个具体频点的位置，它只默认了两个，一个是现在你听到的，还有一个你如果点的话，下面这个东西的话它会挪到稍微靠前一点的频点。这两个频点你选一个，但是你仍然可以用这个 fine tune 细调的这个正负30个赫兹左右。我们来听一下。比如说你觉得你的低
low shelf 太靠低频或者中频的部分的话，你可以选择红色，把这个 frequency 降下来。你会发现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太多了，可能你可以很好的去控制低频的部分。然后高频的部分也一样，它高频的部分和低频的部分的原理是一样，但是这边叫 soul， 这个 soul 呢，实际上是让它去处理高频的 transient 和处理高频的那些色彩的时候，帮助你去调整。它有一个叫 soul， 一个叫 O2， 搞得特别的神乎其神的，但是基本上就是让你的高频听起来好像更通透一些。我们把低频的先关掉，省得对你的听觉上有影响。我们来听一下没有 soul 的，仔细听特别高频的部分，稍微增加一点点，然后高切，对，然后下面仍然有 high shelf。然后呢，我们把低频也开开。没有插件的。没有插件的。放进去。没有的。非常非常细微很小的一点调整。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最后它这个三段，它这三段里边呢，每一个这个旋钮呢，你可以去看它的频点，这个最低的是到11，这是11到550，这是131到 6.8K， 这个呢是 3.4K 一直到 20K。 所以这三段呢，你选择频点，选择它 Q 的宽度，宽中窄。此外呢，它下面这个 Fine Q 呢，是帮助你去微调这个宽度的形状。你现在选了以后，比如你选中间这个，你觉得你希望它能够宽一点或者窄一点，都可以这么去调。然后下面 Frequency 假如现在是526，你下面这 Fine Tune 的话，你可以去调整。正负呢可以增加减少200，然后增益也有非常少，所以你会发现它给你非常非常细致的调整的机会，你不用就拿这一个钮轻轻的按，它每一个钮都是这种步进式的，但是呢，它又给了你一个 fine tune 的非常非常微小的变动的机会。我们来听一下，假如我们把已经有的这些都关掉，我们先来听一下它的低频的部分。现在咱们放在了差不多40，放在60吧。我们用一个很宽的一个 Q， 咱们找一个人声的频段，中频，高频我们放在特别特别高的地方，20K 的地方。没有的。基本就是频宽、频率、增益，每一个都可以选择，以后呢，每一个都可以去微调。这个东西就像我说的，真的你需要一个特别仔细。首先你需要一个很好的素材，很好的音乐，然后呢，已经到那种百尺竿头更近一小步的时候，用这个插件去仔细的去调整。对于你的回放设备，对于你的听力有很大的要求，不然的话你完全不知道这插件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觉得好像调了半天也没有是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呢，母带处理的时候过程呢，有时候较真儿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 Pulsar Modular 的插件一直都是给人一种非常强大、细致、很认真的那么一个感觉。这来自于土耳其的一个公司做的插件，也是
有口皆碑。所以呢，如果你是那种特别需要细调均衡的这种工作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好吧，那我们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支持，别忘了订阅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